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持续下跌，特斯拉9连阴出现底部信号，英伟达冲高回落，是流行线还是先指路？币圈相关个股倒是有所异动，Circle 出现了短线买点，不过整体市场依旧偏弱，纳斯达克三角形收敛即将突破，接下来的行情将会有大方向的改变。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技术面的观察。阿哲会讲到看跌吞没的 K 线形态，以及缺口我们继续去跟踪，包括15分钟日内出现的一些趋势的异动，我们可以在日内去关注。通过15分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把握到市场在日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对于指数的一个分析。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是在指数解析之后会来到个股的环节。个股呢，阿哲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Huawei、美光、亚马逊以及 RKLB 等以上个股的解析。那么其中呢，标记了黄色块的股票是阿哲觉得短线上呢会有比较不错机会的，或者说目前的走势即将呢可能产生一些行情的。当然这里主要是短线方面。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告知各位。您会看到我们的视频当中的目录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只股票的段落都分好了。那么您点击下方的时间轴就可以看到每一只股票的一个对应时间，可以快速的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有关指数的一个分析。那么指数的分析，我们之前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市场在走一个收敛状态。那么从前期的一个高点和低点，这个三角形收敛过程当中，之前走过一波强势的反弹，但这个反弹它没有很快速强势的去突破这种下降的一个趋势线，而价格走势目前就是在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及上升趋势线当中在徘徊，在收敛，而你会发现已经越靠越近，那么这就是一个临近极限位的一种趋势将改变将选择的一个空间了。我们会发现昨天的市场盘前涨势很汹涌，开盘之后极快的一个冲高，但冲高之后还是没有去突破这种下降趋势线的一个压力，而后重新回归到我们下方的一个上升趋势线，那么股价在其中进行徘徊，而后续的一个空间呢，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慢慢的收窄，那么它的一个波动肯定就会收敛，在一个极限位之后将会放大，而后方向就会出现。所以这是当下我们对于一个三角形收敛的一个观察，也是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形态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阿哲写了一个变字，三角形收敛的状态除了通过上下可以判断出高低点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之外，它的夹角处往往可以代表三角形形态一种变盘，它在出去这个三角形状态之后一般来到这种夹角的位置会容易受其影响产生一些变盘高点或低点，以及呢可能是趋势的加速点，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在本月有一个时间要去关注。那么这个夹角是什么时候呢？是1月的13号，那么这个时间前后要小心市场会出现一些加速当中或者说方向时产生的一些拐点高低点，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观点。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叫看跌吞没的 K 线状态。所谓看跌吞没就是昨天的这根 K 线，它的最高价比昨天的高点高，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低点低，那么这种状态就类似于吞没形态。这种吞没形态如果是阴线的话，正常是看跌的，如果是阳线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涨，但它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的看跌吞没。昨天的市场呢，它不算很标准，但有可能有些个股，特别是您手中的个股，如果有标准的看跌吞没形态，那么你可以按此呢去后续的观察。首先，看跌的吞没形态，它一般是处于短线的明显上涨当中，所以为什么指数目前不是呢？首先第一个，在吞没之前它不是一个阳线，而后就是它没有一个明显上涨。但如果您的个股有出现标准的看跌吞没，就要小心了。在明显的短线上涨之后出现了一个阳线，而后昨天为阳线今天呢为阴线，阴线的开盘是比阳线的收盘是要高的，而后
阴线还创了一个新高，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动作。那么吞没的阴线收盘价呢是小于这个阳线的一个最低价的。而出现这种状态，你就可以说市场出现了看跌吞没，有看跌的迹象。那么一般来讲，这种 K 线的状态呢需要去确认。确认的阴线，我们需要有一根收盘价跌破吞没阴线的最低价的 K 线，这就代表了这种下跌反转的确认信号，后续呢会相对来讲比较看跌。当然这里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看跌吞没形态，因为它是在上涨当中产生，而后下跌的力度短期特别的强劲，那么一般会出现一种反看，就是多头呢可能会有人去抄底，那么一般吞没阴之后大概率次日会有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如果够强，把阴线的高点给吃掉破掉，那么就叫做长阴一破再开天门，那么上涨空间会打开。如果长阴的高点不破是压力，那么就说明乌云压城，那么市场依旧是属于空方占优的市场，所以在吞没的阴线之后，市场容易有反弹后再破位，这种形态那么就确认了下跌的力度是有效的。如果在吞没阴之后，市场是反弹而后破了阴线高点，那么正常就说明这个地方它将再次打开上涨空间。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吞没的一个阴线它和外包日线有点相似，所以阿哲呢就直接用外包日线来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像股价在上涨时出现它是一个吞没阴线是标准的，那么目前的一个市场下跌呢，它产生的这种 K 线它不算标准，因为已经是下跌途中了。好，那么下跌途中所产生的吞没阴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它的反弹力度很强劲很多时候会产生的是低点。如果市场是上涨时出现的一个吞没状态，这种风险比较大，因为它有一个回调的需求。如果是回调当中产生，特别是多次的下跌反弹后产生这种吞没阴线有时候反而是低点。所以介入这种空方可能在下跌过程当中再次加速，反而导致衰竭的情况，我们可以去看到有些时候会以此去博弈它的反弹到反转的过程。所以每次出现反包的阴线，这种反转的吞没阴线，它是在下跌时出现的，你会看到它经常会产生的就是一出现市场可能就见到低点出现就见到低点。好，那么我怎么知道它后续能够去产生买点呢？那么你可以借助一个技巧，如果你说阿哲我等到它突破这种大阴线的高点之后，就吞没阴线最好是明显实体的阴线我等待突破高点之后，它其实已经错过了一波行情了，就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一般。所以阿哲比较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比较长的阴线之后我会比较喜欢看它的第二天，就第二天正常会有反弹，或者说会有一些停顿，就它的第二天正常是相对实体偏小的 K 线，这种 K 线如果后续能够被有效的突破站上不跌回，那么这里可以作为提前的一种买点，然后突破大阴线的高点再去买进包括这里的一个外包日线，这个吞没阴线也是的，第二天有反弹，第二天呢也是停顿的，它的实体会变短。好，这个时候价格第三天直接呢把这根 K 线给突破了，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先看涨，而突破它的阴线高点，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涨，这就是一步一步的一个看涨的方式。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出现了外包的日线如果你的股票是上涨时出现这种反包的一个阴线，你要小心很多时候呢不能乱操作了，要减仓了。好，那如果是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再出现的这种反包阴线，它有可能是一个衰竭点，你可以等它第二天，如果是小 K 线，就小阴小阳，好，你可以把那一天的高点做一个界定，然后以此作为入场线，反包突破可以去看涨，突破阴线的高点再去看涨。当然如果它能够出现低开高走刺透一半的阳线也是可以的。那么以上是关于看跌吞没的一些标准条件不过目前市场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借此呢有一点点的参考，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缺口的跟踪。之前呢我们是通过缺口有讲过一些内容，当前的市场缺口有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图表，阿哲呢就把刚才的外包日线指标去除了，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缺口指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纳指呢有两个缺口，一个是前面的上缺口以及上方的一个下缺口。我们之前有讲过，市场如果是表现强劲的多头，它的表现呢应该是要么缺口不补，要么就是一补了之后立马有强势的多方出现。所以这种多方出现的表现就是可能反向又来一个向上跳空缺口，或者说快速呢有明显的长阳出现，就这种是一个强势的动作。那什么是多方变弱呢？就是补了缺口之后反弹力度比较弱那这种情况下就缺口出现很快被回补，回补之后呢没什么多方力量，
这种情况下就是多方开始走弱了。那么空方力量什么情况下说明是比较强势的呢？就是股价出现了下跳缺口，而后它补不了，这个缺口有压力，亦或者是补了之后立马有空方的力量产生。比如说曾经这里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好，第二天回补了还有一个上缺口，但是你会发现补了缺口立马就见到高点，然后下跌的力度还很强，所以这种就是空方比较强势。而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这两个缺口，它其实都有多空的表现，就是下缺口出现之后短期就被补掉了，补掉之后有多方力量吗？有，也向上涨了，但是涨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上方的下缺口补掉了，而后就立马见到日内的高点了。所以昨天的盘前涨势很强劲，但是一碰到这个缺口补了，那么空方力量就出来了。所以当下是有补下缺口，而后补完下缺口向上的力量呢有，但是不强。而上方的下缺口呢有被回补，但是补完之后空方的力量很强。那么市场当下的一个细节来看，从缺口的日线表现来看，是空方开始在占优，因为补完上方的缺口之后，立马就把下方缺口又再次跌破了。所以当前的缺口告诉我们，空方力量占优，而多方呢是相对较弱。后续市场这里哪怕有上涨，我们也只能先看反弹，大家能够理解吗？我们通过空方的吞没阴线，再通过缺口的空方的表现，可以看得出多方目前是有力量的，不然昨天的盘前不会这么涨，也不会补掉这个缺口。但是多方力量还是相对的弱了一些，空方力量是在变强的，有吞没阴线，有缺口回补的大面积的这种空方的力量释放，所以当下还是空方占优，多方它的一个反弹需求也只是因为超跌的原因。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看跌吞没和缺口跟踪我们所得出的，目前市场空方一路占优，只是空方过强，而多方目前有了空方涨时衰竭的反攻机会。那么反攻的时候要注意了，市场当中只能先看反弹，而反弹的时候一旦有走弱，一旦有压力，在日内就要小心风险。那么除非出现吞没状态之后的买点否则的话我们任何的一个上涨还是要小心它再次被空方打压。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15分钟的趋势异动。那么在此之前，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如果您听到这里前面的2个知识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小红心，点上您宝贵的点赞。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评论，那么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支持。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在前面的知识点学习当中感觉有所帮助，能够让你有所成长的话，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视频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未来在2026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美股的技术分析和美股的技术分析实战应用。那么这里阿哲也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点开这个全部铃铛，因为全部铃铛打开之后，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频道的通知，就是我发一个视频，就您会实时的立刻的收到这个频道的通知，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知识点了。那么为了感谢大家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也准备了3重2026年的礼物。那么有3重福利。那么第一重福利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一个趋势跟踪了，怎么在15分钟发现机会。那么阿哲等人就会带着大家用彩虹带去跟踪目前纳斯达克指数日内的趋势环境，这是阿哲在跟踪趋势时基本上都会去跟踪会去看的一个指标，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指标的使用方式。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趋势图表，在图中呢有一个飘带指标，它就是彩虹带。彩虹带的组成很简单，它就是2种颜色的飘带，一种是黄色，一种是紫色。黄色代表下跌趋势，紫色代表上涨趋势。那么我们在之前这一波下跌时，其实就一直用彩虹带去跟踪，到目前为止，那么它的效果如何？那么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应该知道它对于趋势的分辨其实还是蛮不错的。那么近期呢，股价出现了黄色带，说明它目前是以下跌为主。黄色带当中呢，偶尔有一些上涨的反弹动作，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反弹还是趋势将要改变呢？这个技巧我们之前在这波下跌时也讲过很多遍了，那么阿哲继续的去强调一下，因为有不少的新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频道，所以阿哲呢还是要反复讲到一些知识点。阿哲对于趋势的反转定义有3个步骤，也叫做趋势反转的3部曲。那么怎么去定义一个本级别图表可能依次上涨会反转趋势呢？我们需要看到第一个，就市场它必须得要突破这个飘带，如果市场不破飘带，它的上涨都在黄色带以及黄色带之下，
那么这种都属于一种反弹现象，包括收盘价不过这种情况，它都是一个反弹。这种反弹基本就不足为虑，没有太多的去参考它的反转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关注什么呢？只关注收盘价突破飘带的15分钟的 K 线。那么这根 K 线首次突破，那么你要做什么呢？标记1号 K 线。那么1号 K 线和第二根 K 线就是2号 K 线，两根 K 线并临，而我们看到两根里面最高的价格，它一定要被突破，而不能产生压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3部曲当中的第一部曲。好，突破这个关键压力，我们说这一波反弹它有点超出了反弹，有可能是反转，但目前只是可能。第二部曲就股价它要有一个回踩止蝕带不跌破的动作。好，那么这里回踩时没有止跌，跌破了，那么这里就不行，它不是我们的反转3部曲。反转3部曲必须要回踩飘带止跌，而后上涨新高，这就是3部曲。而后你会发现这些没有突破的就基本都过滤掉了，它这种反弹就没骗到你。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也上涨了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又跌破了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还能继续上涨，还能突破。好，所以这一波反弹可以关注。上涨之后股价回调，那么市场没有出现强烈的止跌动作，就类似于反包阳线，它并没有出现。好，没出现，那么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新高，那么自然也没新高，继续的反弹往下破。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不行的。我们再看到这里，那么这里呢是突破了1根2根2天取偏高的，再突破，所以没有问题。回踩有反包阳线，一般有反包阳线在15分钟可以作为日内的一个买点。当然这个买点呢还是比较激进一点的，因为它还没有走出3部曲，只是第2步。好，后续我们要干嘛呢？我们需要它去新高，新高之后未来的每一次回调止蝕带都可以作为买点。那么价格后续有新高吗？没有新高，反而继续的往下跌。往下跌时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它是紫色飘带，所以它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么这个回落过程当中，你要确定它是一个回调还是一个趋势又走弱了。那怎么判定呢？一样的，跌破飘带的第一根，跌破飘带第二根，2根取偏低为支撑，这里如果破了，前面的买点要止损，要走人。这里如果不破，反而出现了反包阳线，比如说这一根 K 线反包了，那么这里应该再次作为买点和加仓点。那么市场依旧得要有一个新高，才能够确定它走的是一个上升趋势。所以这个地方为买点，这个地方也为买点，而跌破这里将作为止损。后续股价呢，只要能够回踩到飘带，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买点。只要回踩飘带，飘带不破，或者说飘带破了，但是它没有跌破2根，就要作为买点。好，比如说这里又跌破了1根，是吧？跌破2根，2根里面取偏低的作为支撑，跌破就走人了，不跌破再突破，那么就作为买点。好，股价突破，那么我们需要它有新高，有新高就没有问题。直到市场的趋势要走出什么动作是风险呢？就是开始飘带跌破，跌破之后是不是这里跌破了？好，2根有支撑，有支撑，后续上涨不能新高，而后反而再次的打破这个趋势带。你会发现这里是有买点的，买了之后呢，市场往下跌又破了，又破之后又上来，是不是高点是不让降低的？股价低点又再次跌破，所以当时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走弱的行为。当时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提醒过了市场的一个风险？最近呢走出了一个下跌，这种持续下跌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彩虹带的表现呢？它是不是应该突破1根，突破2根有压力？有压力的同时，股价回调呢是没有支撑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反弹，反弹就还容易继续下跌。那股价突破1根，突破2根，价格见到压力，它没能突破，就继续是反弹。股价上涨，突破1根，突破2根，股价往下调，没有支撑，那么这里就依旧是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就依旧可以这么去跟踪，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它只要呢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了突破，就数了1根、2根，这里是一个压力，价格要突破回踩止跌止带附近找买点，寻求再次的新高。只要构成这个动作，未来我们在15分钟每次回调在止蝕带上就可以找买点，而后日线呢应该也会出现止跌行为。所以这就是我们做趋势交易时一个简单的研判方式，只用这个飘带你就可以得到不少的信息。而当下就是有一个压力位，市场呢又再次突破了彩虹带的黄色带，那么就等待我们的第1部曲突破压力，而后第2部曲回调不破，第3部曲
再创新高，那么趋势初步定义反转，15分钟至少看个反弹。那么以上呢就是15分钟趋势异动，我们怎么去跟踪，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这么去看。那么这3重福利，那么怎么去领取呢？比如说彩虹贷，您怎么激活？很简单，您只要订阅阿哲，大家注意了，一定得要先订阅频道，那么这3重福利才能够领取。点击订阅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弹出的小卡片，点击小卡片，那么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那么跟他就可以领取这3重福利，他也可以帮大家装上这个彩虹贷的1周体验权限，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好好跟踪一下近期市场的一个趋势变化。也希望这个指标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给您带来一些收获以及规避一些风险。感谢您的订阅、评论以及点赞支持。而我们的福利2和福利3就是阿哲的一些其他的礼物。阿哲呢，在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只要今天美股开市，那么阿哲在盘前会发布一些盘前的广播。这个广播呢比较长，所以阿哲呢截的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来讲就是会讲到指数个股以及一些市场某些个股和指数标的的一些情绪所以这是阿哲每天盘前都会发的，那么希望对您也能够在短线上起到一些帮助。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每周内部有一些不公开的知识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阿哲是不会去公开讲的，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才有机会去体验去学习。每周的课程知识体系都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呢找到助教之后，可以报名我们下周不公开的内部知识讲课。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阿哲会讲到个股解析当中的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呢，这个图表我们当时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就还是老生常谈一下。因为有很多新同学，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视频的同学就认真的听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特斯拉其实阿哲是看好它的后续走势，就空间打开，阿哲觉得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迟早的事情，然后你就盲目的在还未出现之前疯狂的盲目的去追高去买入。所以之前在临近前高时呢，有同学会认为阿哲太过于保守了，就特斯拉明显的一个上涨强势的状态，为什么就不能去买呢？其实你看到后续目前的走势就知道了，就之前的担忧不是一个无稽之谈，所以阿哲其实就经常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一上头情绪化一交易，很多时候你好不容易1年赚价的钱，莫名其妙就回吐了20-30%。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不用太激进了，是吧？你保利润反而是一个最为核心的一点。那么有些机会有了，明确了可以做，但是如果有些机会不明确，风险比较明确，你就相对小心一点。那么特斯拉这一波上涨是很强势，直接来到了前面的高位附近，但它确实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所要的一些突破行情，或者说强势的一个力度。像曾经给过的一些加速行情，哪怕是比较小级别的，它也是用接近5个点的上涨以及第2天的跳空缺口去展开的。那么当时这个高点附近只有3个点的一根阳线，而且是前高附近没有再跳空了，而是收阴线。这种情况下呢，后续的这种下跌行情是能够去规避的。而如果在这之前你还在买股票买特斯拉，那其实真的是比较激进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阿哲的风格有时候就偏保守一些，阿哲更希望看到明确一点的信号。那么当下呢，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落，那特斯拉呢已经走到9连阴了，9连阴它回到了一个弱势的上升趋势的区间当中。那么这个区间它的一半的价位附近其实也是有一点压力和支撑的，只是它不明确也不主要。那么目前是来到半个区间的点位，所以这里呢如果出现一些止跌现象，是有可能展开反弹。阿哲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底部的迹象，但没有明确止跌之前不要随便的买进，而且还是在加速行情当中。他昨天其实也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高开高走而后回落反包，这是一个看跌的吞没，而且也不标准，并且它也是在加速之后产生，所以这里呢是有机会达成一个动作，就是看跌吞没，但反而是空方衰竭。像前期这里也是，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吞没状态，高开高走而后收盘低于昨天最低，实体明显放大，这是不是看跌吞没？所以这个地方它又是临近之前的支撑，又有一个看跌吞没，空方看似再次增强，反而是最后一跌，后续空方衰竭，反而见到低点。所以这个地方的第2天的 K 线它被突破时，可以去博弈后续的上涨行情，而这根 K 线的高点能够被站上并且强势有效，那么后续行情打开。所以当时这里我们其实也说过市场的一个反弹机会，后面这里这一波下跌又来了，
在某些支撑位上是不是出现了再次的一跌？这一跌是否是最后一跌？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那根 K 线，应该要是一根小实体 K 线，最好是小阴小阳，而后再产生突破，那么就构成止跌的买点。那么这是阿哲对于下周你要所关注的一些价格层面上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趋势飘带。那么目前阿哲所看到的底部信号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图板是特斯拉的日线图。阿哲的趋势交易系统当中，除了飘带作为大家的定略福利有所体验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短线和波段的信号。比如说目前你所看到的特斯拉最近的 K 线上，蓝色 K 线呢是短期超跌的一个表现，那么黄色 K 线呢是短期超买的表现，这是一种信号。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出现了一个钻石，这个绿色的钻石是一个特斯拉当中阿哲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短线底部信号，结合部分的信号，它可能会构成一些中长期的底部信号。那么这种绿色钻石之前在哪里曾经出现过？之前在这一天下跌达到低点的时候，是吧？一天大跌达到低点时，也曾经出现过绿色钻石以及蓝色 K 线在这里产生。所以时隔那么多的时间，又来到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绿色钻石，又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又是一个市场下跌途中的外包阴线。所以当下会不会真的是空方的最后一跌？我们只需要去等待去确认即可。而它目前是破了我们的紫色带。我们说过破紫色带怎么去看它是回调还是破坏趋势，我们要关注两点。第一个是跌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它的低点，这里是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周五这根 K 线的低点将是一个支撑位，再往下它再破就不好了。所以这里呢不能跌破，不跌破产生我们刚才所说的买点，那么就可以看绝处逢生。那么第二个就要看绝处逢生时上方飘带以及左边高位它会不会有压力。因为市场一旦不能新高，就说明这一个破位行为它终究还是影响了趋势，只有出现了股价的买点而快速新高，才能说明这个地方它不是趋势改变，而确实是一个砸盘动作而已。所以对于特斯拉，我们可以后续就这么去观察。买点的话就是出现一根小 K 线，下个交易日出现一根小 K 线，如果是直接低开高走的刺透的阳线，可以直接作为买点。如果是一个小 K 线那你就等一个突破再买入。后续呢，这根阴线的高点被突破也作为加仓点所以这是特斯拉当前的一个看法。目前从升级九转的角度，它已经来到了升级九转的第5转，这里只要它不走到九转，那基本上这个下跌呢整体来讲还不算是最弱的。前面有上涨的9，这里只要不是有下跌的9，那么基本上下跌力度就还可控。以上是对于特斯拉的讲解。我们下一只股票看到 Meta 的话，其实阿哲应该差不多要把它剔除到第3部分了，就是第2部分呢就不能够放它了，有点太弱了。之前是看了一波反弹，但后续的回调再次启动是不如很多个股的，所以我们后面可能会把第2部分的 Meta 放到第3部分，然后第3部分到时候看一下换其他的标的。我们可以看到 Meta 它目前确实是再次走了一个破位的行为，破位的过程当中，这是第1根 K 线，也就是说下一根 K 线是第2根 K 线，2根里面选偏低的将会有一个支撑位，这里看是否是有效破飘带还是绝处逢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看法。飘带的一个下沿目前是在 653.433， 如果能够快速修复收刺透阳线，那可以作为一种相对激进的买点，但因为它的表现比较弱反弹的力度比较弱，股价回调之后不能新高，反而再次往下破，这个不太好，所以只能说作为一种关注对象，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做多的一个交易点了。以上呢是关于 Meta 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昨天出现了一个长长上影线，再次有一个新高。那么小级别上看，昨天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次新高后的回落，所以这种行为下你要关注了，它是为什么？它这里会不会形成趋势交易结构的2B 法则，就2B 的形态，就是股价的一个假突破。假突破之后，如果后续这里收的是一个阴线，那么就麻烦了，那么就说明它确实是一个2B 的看跌状态。它昨天只是一个诱多只是一个假突破，是套散户的，那么就比较风险。所以一旦英伟达下一个交易日是收跌的，就不太好。那么什么情况下它才能够定义为先指路呢？得要有一根明确的强烈的看涨阳线仿包前面2个高点，这才能够作为之前上涨震仓之后的买点。在这种买点出现之前就日线明确收线之前，
在这个地方不要随便去买入，因为很有可能是一些骗线诱多的现象，就像昨天那样子。好，一旦收了一根阴线，哪怕前面你赚了钱你没跑的，那么只要这根阴线产生了，确认了这里是一个假突破，是个诱多，那么最好可以先走，哪怕这一个之前的支撑没破，就也最好还是先走。我们再看到有关英伟达的日线图表，那你会看到它的一个飘带目前是紫色带，那紫色带呢，它有没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转三部曲，它这里是突破了第一根第二根，而后这个高点的位置它没有一个有效的突破，就突破之后就回来了，是吧？股价这里是一个压力，所以当前呢它这个第一部曲都走的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就无法说它这里是很明确的反转，所以这里最好能够有强势的看涨突破，因为它用一个震荡来代替了回调，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为它已经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如果有一个阳线突破之前的这个压力位，是吧？收盘突破它，那么我们可以做追涨买点，那么直接呢就认为它是看涨三部曲的共同完成，是吧？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买入，后续回调飘带附近去找买点。那如果这个动作没产生，就没有一个强势看涨阳线出现，那这里它一直震荡或者说往下调，那么都不要随便去看它能够反转，就目前反转的迹象是有的，但是还不强烈，就小心这里还出现的是一些可能还会有调整的行为。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它是 184.253 这里作为一个支撑点。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一支标的是谷歌。那么谷歌昨天呢是一根高开高走但冲高回落的一个阴线，这个阴线呢是假阴线，它是上涨的，而后下方是放了倍量，所以它是一个绝世假阴。所以绝世假阴线我们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阴线实体要作为界定，如果后续收阳线在这个阴线实体之上收阳上涨，那么我们后续看涨。如果在实体的假阴线后收阴线，就实体就是有一根 K 线收盘价跌破这个阴线的收盘价，那么后续这里就小心了，方向看向下。所以决策假阴线后，我们就以此去分辨市场的一个支撑是目前的一个飘带的一个价格是在 312.491 作为支撑点，它是一个跌破一天跌破两天绝处逢生后的一个 K 线买点，买到之后当前是滞涨了，有黄 K 后没有出现跌破，但也没有出现突破，所以当前是震荡等待方向，但是有黄 K 就不要随便买股票，而应该以减仓为主，之前反弹的筹码减仓，后续如果决策假阴线又收跌继续减仓，所以当下是上涨过程当中反弹当中的震荡等待再次选择方向的一个节点，所以这里呢不要随便的去买入股票压住后续的行情。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还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就是下跌趋势，有白 K 有蓝 K， 这种是超跌的信号，那么突破就看反弹，反弹的时候它的黄带就是压力，那么价格目前就属于正常的反弹，它没有突破飘带，所以看反转太早。那么在飘带附近有黄 K 有收阴下跌，这里就看回调，当然这里也不叫回调，这是趋势下跌的一个主趋势，也就是说应该看的是新低，所以这个地方属于风险，那么不要随便去买股票。那么如果有同学会想，就是这里如果我卖了但不跌呢？不跌就等待反转确认信号，突破两根之后再去选择市场的方向。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看反弹，就你没有必要去猜它后面会不会涨还是会不会跌，你只要知道当前从彩虹带来看，它就是反弹到了一个压力，而后有滞涨信号并且开始收阴，你应该去减仓，因为大概率事件是要调整了，小概率事件是我们所渴望的去加仓它还能涨的一个事情，那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现在这个处境其实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之前这一波上涨不也到了这个地方吗？也是黄 K 是吧，也没有跌，但是你等它跌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了，所以目前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去奢望后面能涨多少，你想一想，如果这里又跌了呢？那你如果还在加仓还在买，不就被套了吗？那你的利润不就可惜了吗？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减仓点，而不是一个买点。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是 199.914 所以注意这个压力。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MSTR 它其实还在维持一个下跌，昨天虽然有了一个窗头破脚的感觉走了一个止跌反包阳线，但整体力度它只是一根阳线，而它的下跌呢是一直以来的弱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弱势，都是黄色飘带，是吧？偶尔呢有一些反转的迹象突破一根突破两根但后面回踩时还是踩不了，
所以反转三部曲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所以你按照反转三部曲来去看待这一波下跌时，你其实没有什么能够抄底的点位，市场的很多点位都只是反弹。那目前也是一样的，它还是在飘带下，就还是一个压力，目前依旧只能看个反弹先。那么飘带的下沿是 162.567， 飘带的上沿是 172.8。 我们再看到下的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我们之前认为它的机会是有的，但它的前提是得要走出反转三部曲。当它突破了一根两根之后，价格是不去突破，就没有往上突破，回踩呢它也没有撑得住，所以它依旧前面是一个反弹。那么既然它这里是反弹，目前有一个低位信号，就是这个绿色的钻石有个低位信号而后它是破了前面的低点，所以这里呢是有机会产生一个超跌反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小级别，比如说15分钟，15分钟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白 K 然后被突破的情况？所以超跌反弹在日内其实已经发生，但15分钟其实它也没有触碰到飘带的上沿，就它还是没有突破。所以不管是15分钟还是日线，它其实都没有产生比较好的一个反转走势。所以目前来讲，它有可能是二次探底但是你要小心它跌破前面的低点，因为从中短期趋势来看，它还是维持下跌的，170天线也被跌破了多次所以还是比较偏弱的，不能作为做多的首选，最多看一个反弹。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就在黄色带下出现了蓝 K 反弹到黄带，而后有黄 K， 目前是超跌后跌破了，是吧？就黄 K 产生时你就要小心，黄 K 出现你不一定就要卖股票，就有些股票可能黄 K 之后还能涨，但我们说那是小概率的，就你碰到10次黄 K 可能会有那么2-3次它后面还能涨，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认为黄 K 出现就是风险，你就不要再买股票了。一旦黄 K 后收阴呢，就小心它要调了。好，黄 K 后收跌收阴，小心它要调了。目前又是黄 K 好收阴收跌，是要小心它要调了。昨天是一个什么 K 线？是一个决策阴线，那么跟谷歌一样处理方式就是它的实体上沿实体下沿，看收盘突破还是跌破，突破看对于飘带的再次进攻，跌破则继续的看下跌趋势的延续。目前飘带的上沿是 367.069， 下沿是 351.572。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它在2次的蓝 K 突破之后呢，都产生了反弹，而且力度都比较强。那么当下在黄带附近它有一个反转信号吗？之前的反弹，这一波反弹是不是到黄带就没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正常反弹。好，二次回踩不创新低，又有蓝 K 又有突破。好，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反弹吗？其实还是反弹，因为它突破第一根，就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根有没有突破这根收盘价是 215.61， 当时的黄带上沿是 215.409， 所以这一天是突破了的，突破了一点点但也算突破。所以这里是第一根，这是第二根，这里是个压力。好，目前是有效突破，所以它是一个一部曲，就第一部曲有了。接下来呢要转为一个紫色带，股价回调找买点去博弈新高，只要能有新高趋势初步看日线反转，回调继续找买点去补足仓位即可。如果这一次回调它没有去踩紫色带，那么或者说它踩了之后买入的点位它并没有去一个新高，那么这就是一个还是反弹，就还是风险。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去看，目前呢是一个有效一部曲，等回调找买点去博弈新高，能新高再慢慢往后去看趋势。它的飘带当下在 214.185 这里作为一个支撑点。而后我们看到 HOD 还是维持弱势，虽然目前有一个底部信号价格走势是170天线依旧上行，目前靠近170天线。好，靠近170天线，价格走了神奇9转的第5转，而后有绿色的钻石，所以当下呢我们认为它是有超跌反弹的需求，但是有需求一定要确认之后再说就像之前这里有蓝色 K 线有蓝色 K 线，它得要确认之后才去找买点。像蓝色 K 线之后如果它没有确认的一些仿包买点突破买点，那么我们就不要随便买。目前依旧有蓝 K 有钻石，最好还是要等一个止跌的阳线强阳再去看买点。如果没有的话就相对继续的观察。在170附近我们就可以用170天线作为一个防守位，它是在 107.011， 上方的一个飘带下沿是 119.479， 而后它的上沿是 124.042， 这是几个关键的趋势价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PP
APP 是不是出现了2根的跌破？之前在新高这里，我们其实也有提醒过风险啊，因为当时这个突破是比较弱的，有三阳小顶，又有往下的回落。回落的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刚才所讲的，有点像英伟达现在的一个2B 的状态。好，突破回调失败，是吧？所以这里是一个假突破，假突破就小心了。假突破加上创左低，所以目前的趋势是不太好的。它在飘带上也跌破了1天，跌破2天，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支撑。在支撑位上，因为它是长阴线，一般绝处逢生呢是要突破关键 K 线的高点，但如果是长阴线的话，就等一根止跌的 K 线，小阴小阳都可以。如果是低开高走直接刺透一半的，这就直接构成买点。小阴小阳的话，就等待突破反包的一个买点，构成绝处逢生。那绝处逢生后，我们必须要快速新高，不能新高或飘带转为黄色，转为压力，这就是一个反弹后再次的风险点。所以 APP 一样的，就这么去看，有超跌，有绿色钻石，所以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反弹力度如何，有没有买点，买点之后能不能新高，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未来是否能维持指示带的一个上升趋势才是重要的。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Circle 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它呢是长时间的黄色带下跌趋势，然后走了一波反弹，是吧？有前面的一个白色 K 线就超跌了，然后有钻石超跌之后呢走出了一个反包K 线的白 K 消失，出现了一波反弹走势。在黄 K 并且黄 K 后被跌破时候出现了一个下跌，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类似吞没，只是吞没的力度呢不算很标准，不算很强势然后走出了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这里是不是一个蓝 K，然后又是飘带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这里是个支撑位上有蓝 K 有反包，所以在我们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提到了这里其实是一个可以跟踪的点，这里果然出现了一个止跌启动迹象，所以这里呢构成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只能说是震荡买点，因为它前面的压力没有破，前面哪里的压力呢？就黄带突破的第1根第2根，所以这里呢是个压力，我们当前的短线空间只能看到这里，所以这里是一个短线买点，而空间是看到前面黄 K 的压力，这里能突破黄 K， 后续回踩才有机会转为一个支撑点。当前它是由紫色带转为了黄色带黄色带开始了，因为它这里有个变字，所以当下就是看上涨，而后看能不能回调找到支撑如果能直接一口气突破左边黄 K 高点就更好了。那我们的防守位就是把1、2和蓝 K 低点就这里呢作为防守位，如果你这里买了，股价回来破了就小心了，就要跑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对的一笔盈亏，大概是 1.5 到1左右1.5比1左右，所以一般般这个盈亏比只能说还行吧，因为本来就是震荡行情当中的一个下沿买点，所以只能说就有这个盈亏比已经 OK 了还算可以，但不是说特别值得去买太多仓位的一个点位，只能说初步的看涨。那么止损位呢，其实就是这个低点 79.123。而后呢，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它也出现了一个跳空而后有一个很明确的强势底分型。那么这里可以看是止跌，因为它前面的这波下跌之后市场反弹下跌反弹下跌，其实力度是在减弱的，减弱时出现了强势底分型，可以看涨。而后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可以看一波对于飘带的突破。那飘带的上沿它是 32.468， 下沿是 30.966关注这2个压力。那么在这种状态出现之后，短线一般是多方占优特别这一天还是一个反包的带缺口的一个放量的阳线，所以还是不错的。这个地方就简单看一个反转的初步，但是否能够反转要关注后续的一个走势。再看到 OKI2O 它是底下有一个钻石的低点标记，就低点信号。那么这个信号产生之后它说明是处于一个较大级别的底部可能性，又有蓝 K 是又有强烈的底分型突破，所以这里是一个早晨之星又有多种信号的底部信号，所以这个地方 OKO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是170之下的黄金坑。那么对于上方飘带呢，如果这里真的是黄金坑的话，至少要走一波股价向上突破飘带，飘带的下沿是 81.003， 上沿是 89.946所以当下这个股票也是比较强势的这种反转的意愿，所以可以看一下防守位依旧呢是低点 70.86钻石 K 线的低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PLTR 股价下跌也是破位第二天，所以这里呢跟 APP 一样是一个支撑点。所以大家如果目前还是看不懂你股票的趋势啊，那么阿哲依旧要强调一点，就是彩虹带啊，您呢依旧可以去找助教激活，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只要您是还没有使用过的，都可以找助教去激活。右上角的小卡片弹出的地方啊，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啊，点击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助教，让他给您去激活一下彩虹带的使用权限，让您看一下你的股票目前究竟是回踩飘带止跌呢，看涨呢，还是跌破飘带了。跌破飘带就要小心它的一个风险了。目前它离170比较近，而后呢又是跌破2根而已，所以这里将是一个支撑点、支撑位啊。阿哲认为这里的支撑力量应该会比较强，所以反弹的概率也比较大。但因为它是个长阴线，那么突破蓝 K 去买就太晚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这里最好有一根烫底 K 线，或者说小阴小阳，而后再突破，那么去看涨。第一波看涨，先看反弹，反弹空间呢就是蓝 K 高点是 181.35。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是不是也产生了股价下跌蓝 K， 而后仿包突破。之前这个蓝 K 呢，它被突破时是一根阴线，所以不构成买点。这个蓝 K 突破时呢，它是一个阳线啊，所以可以构成一个尝试性的买点，而且也是放量的。那么先看反弹吧，它的飘带下沿是 244.05， 上沿是 258.011， 它整体也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黄色飘带，目前也是没有反转过，所以这一波反弹看一下能不能突破2天啊，如果碰到飘带就不行了，就走弱了，那肯定就还是要再看看。而后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啊 ，core 位也是比较强劲的，之前是低位出现了蓝色 K 线加钻石，而后市场是不是出现上涨？但它每次都是涨了2根，比如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就见高点，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就有压力，所以它还是处于反弹的范畴。那目前呢还是看反弹，那这里突破第一根啊，下一根是第二根，那第二根的位置有压力，看能不能够突破回踩有支撑，跟之前是否能够变得不一样，而后再看趋势是否反转。这里就只能先看个强底分型的反弹，上方的缺口啊有机会这一次去补掉，而后再看是反弹还是能走为初步的反转。而后我们再看到美光呢就极度的强势了啊，它在黄 K 之后还是继续上涨了，是吧？黄 K 之后，之前的黄 K 呢出现回调，好，这是黄 K 出现之后，它不怎么回调到飘带上，直接走了一个光头阴线，还立马反包，是吧？光头阴出现本来是风险，第二天立马反包，所以美光还是很强势的。但是再怎么强势，它不构成我们的买点，因为它没有碰到飘带，也没有一个有效的回撤，但它构成一个光头阴线的反包突破买点，所以这里只能做比较激进的追涨买点，但是你做回调买点是没机会的，因为太强了啊，所以这里可加仓，但最好不要做初步的建仓的地方。飘带上沿它是 273.246， 而后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只股票是 RKLB，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回调了，是吧？股价在飘带这里1根2根突破，是吧？突破之后呢，股价是一个九转而后回落时反包阳回踩飘带买点。好，上去见到粉色钻石小心风险，这里又回调踩飘带反包买点，所以继续看新高，所以趋势目前还是比较标准的，而它的位置也不算特别高，在左高这里有缺口，有明显的强势的阳线表现，还有放量，所以当下 RKLB 属于构成买点，而下一个目标是新高，新高之后再看它的方向。以上就是1月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